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聊聊富士超级 CCD 的经典数位单反相机 S3 Pro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说清楚，怕有些朋友对经典机会有过多的幻想。S3 毕竟是2004年的机器，就算是 S5 呢，也是2006年的机器了。算哦，大概也都是快20年前的老机器了，所有条件都没有办法跟现在的机款相比，所以它是绝对达不到现在相机的高解析、高动态跟丝滑柔顺的画质。但它有的就是新机无法取代，就是当年的感动啊，早期数位影像那种简朴甜美的质感，还有跟底片摄影精神上的藕断丝连吧。老机嘛，就是一份怀旧的浪漫。那有人会说，我就拿一个新的相机，然后把它的画质啊，或套个滤镜，转成怀旧的影像风格，但那个叫做重制或者是复刻。所以真的想要玩或者回味当时的东西呢，当然就是找当年的机器来玩啦。首先 ，F3 Pro 的第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是留着底片协议的数位单反相机。来看过来，看上它肩膀上的富士厂徽，而且这个还是旧版的厂徽哦，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取景的姿势的 logo。没错，它是底片大厂富士软片的数位单反相机。跟先前聊过的柯达 DCS 是一样的哦，它是直接采用尼康的底片单反机身组装起来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影像处理器演算出来的色调也都参照模仿了底片的色彩科学。那在这边我们也插播小聊一下，数位相机它最早开始取代底片摄影的地方呢，是发生平面新闻媒体啦、报社、杂志社之类的行业里面。对于这些行业来说哦，速度是一切。那摄影记者他背着数位单反出去呢，拍完照片不需要等待冲洗，就可以马上编辑出刊。那尽管这些早期的数位相机还有很多的缺点，比如说相机做得非常的笨重，然后使用上的限制也很多。当然，一开始的画质是绝对不如底片的。那初期的数位影像呢，它是把底片摄影当作老师去学习模仿底片的色彩跟它的调子。毕竟以前的所有的影像呢，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胶卷。人们所熟悉认知的，甚至审美的标准呢，全部都是以底片摄影为主。当时我们观看影像的方式，大概就是透过电影、幻灯片或者是相纸放大冲印出来的照片。柯达、富士的色彩绝对是当时的主流。是世界上的第一台数位相机呢，就是由柯达的工程师 Stephen Sasson 在1975年所创造出来的。我们之前提到的早期的记者所使用的这些数位相机呢，都是柯达的产品。富士软片呢，它晚了几年，它也推出了自己的 Super CCD。这两家色彩的演算呢，都是直接参着自家底片的色彩科学。当然啦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啊，这个数位影像的画质已经完全超越底片了。那人们观看影像的习惯也改变了，直接在高解析的液晶萤幕来观看影像，所以就变成了彻底的数位的方式的拍摄，以及数位的方式观看，完全断开底片时代的影像经验。这个就是现在数位影像的新纪元啊。那时至今日，我们回头看 S3 Pro， 将还带着底片单反机身，这个机身拆开来看还有底片室哦。又是富士软片独立开发的 CCD 传感器，这样特别的时代产物当我们回头来玩这些复古相机的时候，绝对避不开，因为太有意义了。关于富士的超级 CCD 呢，各位可以观看我上一期的影片。S3 Pro 呢是搭载是富士自己研发的 Super CCD SR2代，它拥有号称跟副片一样的宽容度。它这个宽容度呢，特别是高光的部分，那弱档呢进到电脑拉过你就知道，它的动态范围非常大。不同于早期 CCD 高光的部分容易爆掉的问题哦。不过这项特点呢，仅限于把高光往下拉。如果我们把暗调子往上提升呢，因为毕竟是老 CCD 啊，它的噪点还是有点恐怖。再来，它有3个机身的调色档，号称底片模拟。第一个档位叫 STD 档，就是 Standard， 就是标准预设档位，适合大多数的情况。F1 档指的是工作室人像摄影档。那说明书说它是专为棚拍设计的。F2 档位是富士正片，它的彩度提升了，它专门为风景摄影所设计的。但如果我们选择是拍弱档的话，这些所有选择的机内调色效果，它会通通不见，机身调色效果只限于 JPEG 之处。以上这些档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。但我个人呢，还是喜欢拍摄弱档，然后自己进行微调，不喜欢拍照的时候已经先预设好它被最终做出来的效果啦。那 S3 虽然在当年有人像摄影机皇的头衔哦，不过那也是大概20年前的当年勇了。再我们看它机身数值的方面，它跟前代的 S1、S2 一样，它都是尼康底片单反，然后加数位机背的拼装机概念。
S3它整合的比较用心，它已经把电源整合在一起。前2代的机身跟机背的电源是分开的，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机身跟机背各准备一种电池，然后给它们安装上去。S3就很棒，你只要准备4颗3号的镍氢充电电池就可以了，而且还相当省电。S3它具有直拍快门钮，看起来有专业方块机的肌肉，机体虽然是强化塑胶，那我们平常使用呢是觉得很坚固耐用的。镜头资源就不用说，就是广泛相容尼康 F 卡口的镜头，主流的尼康低镜啊、G 镜头，可以使用便宜的，也可以使用昂贵的，可以轻装也可以重装，丰俭由人，可以享受这种搭配不同镜头有不同的乐趣跟惊喜。缺点方面呢 ，S3 Pro 它最落赛的地方就是它的 buffer， 就是快门缓冲呢严重不足，弱档连拍3张就卡弹。这样就几乎没有抓拍的乐趣啦。夸张的是当它这个卡弹的时候，像硬碟灯的这个红灯呢一直闪的时候，机背还不能进行任何的设定跟操作，你只能站在那边等大概就是抽根烟、嚼一颗槟榔或拉泡屎再回来操作。那少部分的 S3 Pro 呢，有回原厂加 buffer 升级成蓝色徽章版，它可以连拍8张 RAW， 这个才算有抓拍的可玩性啊。当然啦，如果说只拍 JPEG 的话，就比较不担心。但是老机玩肉是很需要的。再来就是挑剔一下 F80这个机身啊，比如说它对焦还是慢了点，然后快门呢，快门声音听起来还不够爽。调控光圈快门的时候呢，缺乏了1/3档位。整体来说就是一台比较斯文的相机。再就是它的包皮容易这个膨胀脱离，这个问题发生在 S3 Pro 呢，算是很常见的。而这个包皮的问题不是说粘回去而已，是那个皮呢，它会越长越长，然后越变越大张，没有办法照原样就把它贴回去。那如果说我们修剪包皮然后要贴回去的话，又非常的丑。那我目前的方法呢，就是使用铁人贴布，然后把这个翘起来部分贴起来，只要握起来服贴呢就好很多。再来就是老机通病了，因为它毕竟是2004年的机器嘛，它的回看萤幕是效果比较差的。再来就是早期数位影像 CCD 的噪点问题，这个其实看个人的喜好啦。有些人可以接受到 ISO 400，有些人可以到 ISO 1600。那如果说是终极追求品质的话，那就请永远坚持在 ISO 100。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小小心得跟玩机的乐趣啦。这个 S3 Pro 呢是真的很经典，就是它享用了尼康的机身还有镜头，就整个尼康的系统啦。再加上富士底片的 CCD 色彩，就是真的就是经典老牌联手。对于热爱底片摄影跟老 CCD 的朋友来说呢，这是非常棒的选择，因为这些器材都是底片数位可以互用的。再来呢，就是它是一台单反。回应上一点，如果是喜欢底片滤镜或者是所谓富士 X 系列的底片模拟的话，建议你直接玩富士的 X 系列，富士它现在所使用的 X-Trans CMOS， 它这样拍出来的影像是非常漂亮。但可惜是富士 X 系列它没有出单反相机啊，就是我喜欢 OVF， 就是光学取景器，就是那个光线直接透过镜头，然后直接传到自己的眼睛，就是把眼睛当底片的那种感动。喜欢光学取景器的，然后又喜欢在老机器中里面挣扎，讲好听叫修炼讲难听点就是好像在自我虐待。喜欢在老机器里面挣扎的人呢，那么 S3 Pro 肯定是你的富士相机首选之一哦。拜拜。